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然后意识慢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啊，我就再抬头看，我人没有动，可是我的被子在我慢慢往下。在动啊！超级安静。躺下去的时候，他准备要睡着，他就听到一个很轻很细的声音说：“女生哦，你终于回来了。”他直接冷汗直流，是什么？音效你就不要做了。你在装神弄鬼哦！出来啊！他直接乱叫，他凶，因为他吓坏了。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很阴、很湿，然后还会闻到一种好像死老鼠的味道。哦。那以前战乱的时候，里面到底有发生过什么事？不知道。11点热炒店熊高唱，不欠不赖不上诉。每个男人在当兵的过程当中，都有一段不可告不可解释的一些经历。因为不可解释，所以后来就一直讲一直讲。当兵已经够硬了，但你有没有想过，3更半夜还要跟一个看不见的班长一起站哨，恐怖哦！军中最怕的呢，可能不是长官半夜出来巡逻，而是说出去巡逻的回来的不是同一个。给他吸狼哦。对呀，今天我们就要试着来揭开这些不为人知的灵异故事。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来，首先是牡羊座的黄登辉班长，大家好。对，还有曾子瑜双鱼座，来，君伦金牛座，大家好。孙启军射手座，来，阿夫摩羯座，啊，最后一个是孙战处女座。主持人好，大家好。哎，不是啊，这个前面几位是比鬼还恐怖，他们凭什么来讲鬼故事？可是他们最近在9条好汉在一班，应该有经历了一些故事哦。等一下听他们讲一下。不过今天我们也有评审在啊，对不对？说不定他们讲的不恐怖来骗通告费，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请了2位幽灵评审团，欢迎林香，还有舒涵。对，后面4个我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应该是有吧。我有看到，你没看到吗？有啊，我还有看到4个在前面泡温泉。有，我们都有看到，有都有看到。不过今天要讲鬼故事之前呢，其实你们带来好消息是吗？对，刚才讲到了9条好汉在一班。现在哦，每个礼拜6晚上8点在台视，会就是第1轮播出，然后接下来如果没有看到没关系，在网络上呢，在 Live TV 在晚上10点，还有中华电信的哈咪 Video 影视馆 Plus 也是晚上10点。好的，对，这段好像很不熟哦。我班长最近每天都在学英文啊，对，哈咪 Video， 英文对我来讲是要很严谨的哦，不要开玩笑，那9条就跟当兵一样哦。9条好汉在一班用英文要怎么讲？Hello good man， 班长其实可以求救。Nine men in one class。班长说的都是对的。班长 ，Band of Nine 啦。我们这边其实有英文，我们有英文老师，有英文老师，可以用英文老师讲一下。那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 Band of Nine， 英文，但是就是正常来说就是 Nine soldiers in one squad。One squad， 人家听起来不一样 ，squad 听起来很你讲根本我class是安那别当你，squad 看好听啊。什么是 squad 我都唔知啊。我的这是比较接地气 high class。squad 好不好？啊，这个9条好汉在一班这个新的作品跟大家见面啦。对，那今天呢，就是气氛已经吵成这样，要来听鬼故事。对啊，希望不要这么欢乐，要可怕一点好吗？对，今天才能够争取到我们评审团的分数。不过对，讲对了，今天有分数要来评分的哦。所以你们讲完了之后呢，我们2位班长，就评审团班长，然后还有后面4位很可爱的小鬼要来评分。对，但如果你们分数不够的话，会有惩罚吧？惩罚的话，把这包爱彩吸下去，太可怕了！不是太吵，你也太大包了吧？配水吗？会干？这是 Melody 传承下来的，我是一定要抱着他。对，鬼故事我永远是抱着他的。好了，那第1棒就由班长来咯。好，我先是不是？班长，我这个很恐怖哎。你是真的当过兵的故事？我是老兵啊。当兵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啊。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个
坑道内的诡异回话。阿美开始讲不行。这怎么会有这种阿兵哥？真的是很北吧？班长在讲话，还在那边给我搭腔，而且还是你徒弟。然后我自己个人经验，你知道吗？特别是在半夜，然后你如果在站哨的时候，其实都会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然后那些声音呢，你会觉得就是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发出来？像我个人就经验就有一个，就是半夜我在山上，那时候站哨在山上，然后旁边都是树哦。你的栋2栋是就凌晨2点那种的，你听到有人在吹小号，叭叭啦叭叭叭叭啦叭叭，你就想说奇怪，这你就算是起床号也是早上5、6点才吹，怎么会在半夜的时候吹？然后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很怪，就觉得这应该是有人在练习小号，你也只能这样说服自己，不要往灵异的方向去想。但这个故事就没有办法解释了。怎么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坑道里面，然后。大家要知道，以前在战争的时候都会盖很多，就是防御敌人的那个隧道，然后从这边进可以从那边出来，然后都盖很深很长。然后这个隧道是当兵的时候，一个学长亲口跟我讲说，那边很不干净。然后他们的部队进去里面的时候都要去查哨，半夜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是巡逻的，都要去那边查哨。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排长有特别交代，如果你去的话，就是。看一下就好了，不要做太多白目的事情。就看一下，如果没有人没有异样的话，就赶快回来，不要逗留这样。就那一天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算是比较资深的学长，然后带着一个比较菜的新兵，然后就是因为他要交接嘛，以后要交给他，然后就带他去查哨，然后他们就走进去，然后一进去那个隧道很深，你刚进去的时候，可能外面还会有一些路灯啊、月光，你可以看到有一点就是隧道的痕迹，但是走进去是。伸手不见五指那种，全暗，然后你们没有手电筒哦？有，要带手电筒，不然根本完全看不到。然后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很阴、很湿，然后还会闻到一种好像死老鼠的味道。那以前战乱的时候，里面到底有发生过什么事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走进去的时候，突然那个北巴的学弟就跟学长说：“学长，你会怕哦？”我什么时候？我干嘛怕？他说：“你不怕？不怕？那我们在里面来。”看一下谁胆子比较大，然后那个学长又是那种经不起人家激的那种学长，他说：“好啊，比就比，要比什么？”他说：“那我们就来比赛，我们等一下进去，然后做安全回报，然后听到回音才能走出来。比就比啊，谁怕谁。”然后那个学长就先进去，走到很里面，然后他其实很紧张，因为他本来不想比，但是他跟我一样就是。没看没人家给你知道，然后他在里面的时候，他很紧张，他想赶快喊一喊，赶快出去就好了。然后他就说：“报告，无异常，无异常。”听到回音了，然后他又走出来。你看，我敢喊啊，而且回音很大声啊。然后那个北巴的学弟就进去了。然后他进去的时候啊，胆子真大。我跟你讲，他就是开始在那边乱玩了。他就说。啊！真的有鬼哦！啊！真的有鬼哦！俺就搞，我9条好汉在一班呐！我9条好汉在一班。台视晚上8点播了。台视晚上8点播。啊！如果没看到，10点Night TV，10点Night TV，还有 B。哈咪咪的，不好意思，这鬼会不会太话太多啊？我都进入重点，很好，不好意思。他就在北方就玩很久，玩到最后好像玩到他也喊一下，然后就喊说：“报告无异常。”但是不要回。他喊完之后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回音。还有，玩学长就紧张了，奇怪，他刚才在那边玩都有声音，为什么他喊报告无异常的时候，明明在隧道里面，而且刚才回音都很大，为什么这一次？他喊报告无异常，他喊完之后听到回音，他要出来嘛？可是他没有听到回音，他就在里面没有动。然后学长在外面就紧张了，快出来啦！快出来啊！不要玩啦！不要玩啦！学弟在里面又讲话了，刚才我回报没有声音啊，他就说他要喊到有声音才出来，然后他就继续再喊了一次，报告无异常。这次有声音了，他听到一个女生跟他说：“你确定吗？”
女生就听到那个声音之后，然后2个人吓到跑回营区，回去之后，那个北巴的那个弟兄就一直发高烧，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好，对，就生病了。天哪，爱玩吧？这是真的白目的故事，卡到音都是这样，真的。两位评审团有觉得这故事可怕吗？其实这个故事本身是很可怕，对，但是要看是谁讲，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班长讲出来好像在讲笑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旁边有太多回音了，就是那个回音玩太久了，会好像很有趣，相当公正的评论。因为他说报告吴亦常的时候，我一直想要用吴伯义叫大肠包小肠。而且我刚刚真的以为吴亦常是那个人的名字，对，是不是？我真的觉得吴亦常已是一个班长，对，是。哎，我觉得真的会有人叫吴亦常，会不会？吴亦常，你在看电视对不对？吴亦常留言，吴亦常，麻烦跟我们联络好吗？那2个评审团都已经不给分了，不，我们来给个分。我们还是想知道这个评审团，你们6个人给几分？好啦，还是以故事为主。好，故事真恐怖。后面的是不是？后面也不给分，你看啊，我还是给你一点面子啊，邓辉哥。真的，是你人好好哦。后面4位是觉得他讲的不恐怖吗？觉得还好，比较好笑。来，你来讲，小鬼，不要跟鬼生气，不要跟鬼生气，我们班长比较激动，小鬼而已，没事，他平常照镜子习惯了。没关系，你有宣传到就好了。对，是啊，没事。所以班长只得到1分，是，而且还是同情分。对啊，没有错，这样有点丢脸就是了。下一位齐军来。好啊，强棒，你要用英文讲吗？可以。接到后面很轻松，应该可以拿超过1分。OK 啊，加油！我的故事是床脚看不见的力量在拉扯，对。那因为我是当1年的替代役，我在台北当，所以我住的是替代役中心。然后那替代役中心是在公馆那边的那个3军总医院的旧址。哦。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它就还是医院，它没有任何改建。然后它那个医院的形状是整个建筑物是一个大 X 型。中间就是中堂其他那四个边就是我们住的宿舍的房间，然后我们是6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所有人的床都是病床，病床，我们都是睡病床，就是医院里面的设备啊，我们就是睡病床 ，sick bag， 对，然后我们所有人的那个吊蚊帐的杆子都是吊点滴的杆子，哎呦喂，对，太简陋了吧？对，然后我们只能住到3楼，因为医院以前4楼是不可以有，不是不吉利的嘛，不吉利。对，可是我们替代役，我们等于是我们的工作不是那种像有站哨那些问题，我们是上下班的嘛，就是去各个单位、区公所啊什么上下班，然后每天从那边出发，然后下班之后就回到这个宿舍里面去睡觉、休息、洗澡这样。但因为后来我们下单位之后都可以有手机了嘛。那就有一次，我就是边回房间的时候，我住在3楼，然后边回房间的时候边走楼梯，但在看手机，我就不小心就走到4楼了。哦，然后我走到4楼，但问题就是4楼都是没有在用的，我看到的画面就是全部都是很凌乱的，就是可能门都是半开啊，有些玻璃是碎掉的啊，有些对，完全没有整理过，它就是废墟。可是很奇怪，就是它灯是开的，但因为我们宿舍很妙，是因为那 X 的那个建筑，我们的灯是在最外面，你得走到那个建筑物的最内边，你才可以开这整条走廊的灯。最远 ，OK， 对，所以我也就是想了一下说，谁会开那个灯？对，我也没想太多，我就是稍微紧张了一下，我就赶快就跑回房间了。你没有想过要去关那个灯吗？当然不可能，太远了。OK， 我就回去跟房间的弟兄就聊天，但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归一起，可是我们不一定是同梯的。我是里面最菜的，所以那一天已经有4个人，就是已经慢慢开始可以请假，就回家睡了。就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就等于2个人住在6个人的房间里面。我就跟他聊，我就说，我今天不小心跑到楼上去，但是他灯是开的，然后他就有点紧张，他就说，你真的假的？他说他也有听到这个故事，是说4楼的灯有时候会开了之后，他就说那个厕所啊，我们的厕所是通常没有。就是大家洗完澡什么的会用水嘛，可是它不会有那种漏水的问题，因为毕竟是我们军人生活的地方，都是管理的蛮好的。可是他说，通常到晚上他就会听到有水声，
尤其是在那种凌晨4点钟左右。哦，到了那天的晚上，好死不死，我就是3点半左右就醒来，就真的想上厕所。然后你自己心里就会心理建设说啊，反正这个建筑物里面全是男生啊，阳气这么重，应该还好。我就出了我的3楼的房间的门，那我的房间刚好是在那个 X 的那个也是最外面，所以我要走一段路。我一出房门，其实我就可以听到那个水滴的声音，就很远，但我又觉得我还是得上厕所啊。我就一路这样慢慢走到厕所。我们的厕所也是灯也是在房间的最里面，所以我要走到厕所的最里面去。我就很快速的赶快去开灯，然后我快速的巡视了一遍水声从哪里来，就没有一个水龙头是没有关好的什么的，可是就是听得到。我就想说不要想这么多，赶快上厕所。但我上厕所就是因为男生的小便斗是靠着墙嘛，对，所以我上厕所是这样，就是我靠着墙，但是我头一定要我会想要往回看，对，我会怕啊，对，我就用丹田跟膀胱最用力的速度把尿排完之后，赶快关了灯，我就这样还尿得出来，就要赶快啊。然后我就关了灯，我就出厕所。当我出厕所那一刹那，水滴声就不见了。然后我就走出来，水滴声就没了。然后我想说，有没有可能是我的那个小便斗的那个水管，因为我有冲水嘛。我是这样子告诉自己的。我就这样子回房间，就赶快去睡觉了。我躺到床上之后，盖了被子，那时候是冬天，我们盖的是厚被子，我们就睡觉。睡到就是睡觉快失去意识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冷，然后抬头一看，我好像踢背了，我的被子就跑到肚子这边来了。我就想说，那很正常嘛，我就再抓被子，然后再拉到脖子这边，然后继续睡，然后慢慢睡，又觉得有点冷。然后那时候就只是抬头这样看，就看自己的被子跑到哪里去，我就看到被子就跑到这胸口这边去。然后意识慢慢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啊，我就再抬头看，我人没有动，可是我的被子在慢慢往下掉。然后我再往我的脚跟床脚那边看啊，我就很明显看到我的被子，因为厚被子很明显看到那个皱褶嘛，你的被单那个皱褶，那个线条全部都是集中在一个点上。就表示很确定是有一个东西是拉着你的被子的，然后我的被子持续的往下掉，我就当场就赶快抓住我的被子，然后赶快把被子的所有边都拉到我的床铺里面。手臂整鸡皮疙瘩哎。对啊，我自己到现在还是啊。那你干嘛？然后嘞，我很怕有东西跑出来啊。那我的林兵士就睡在我对面，对我也不敢叫他，我很怕我出声，他就要跑出来。所以我就是谁跑出来？谁跑出来？我就像床下面的东西，因为我看不到啊。防弹膜。然后我就这样子蹲坐在我的床上，然后裹着我的被子，就这样到早上。然后到早上等到林兵闹钟响，他起来，然后他还说：“你怎么这么早起？”然后我都不敢特别回他，我是看他看我这边床这边什么的，没有特别说什么。等到他下床了，我才敢下床。那后来有再发生过吗？我后来剩下当兵的时间，我就再也没有听过那个水的声音了。你还敢3更半夜再去上厕所吗？我就尽量不啊，就晚上过9点不再喝水了，也没有再拉你被子了。没有了。但我后面都是很确定，就是把自己睡觉的时候包得跟寿司一样，就被子全部都垫到自己身体下面去。所以后面的时候就是都无异常了嘛。对，他只拉上厕所的人的被子。对，确定吗？就是所以后来才有跟，就是退伍之后才有跟那个林兵分享这件事情。他就说，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从厕所跟着你回来的？好的，所以这个鬼故事你们给几分呢？有哦，有呢，对，有呢。因为我觉得他讲故事的时候是你会有画面的，对，你可以跟着他的故事进入那个画面。然后他刚刚讲到那个隐形的力量在拉他的床单的时候，我真的也起鸡皮疙瘩了，我也有吓到。对，生理的反应很直接性的觉得这个是可怕的。对，他刚刚讲真的很有画面，对，尤其他上厕所这样的时候。可是我的注意力都被其他5个人分光光。无异常，你看，就是你们又害我损失1分。你们待会就拍一个浪的，就只有讲的那个人很认真，其他5个都在憋笑。弄那乱了，对呀，一点说什么是不是无异常在下面拉？我就真笑了啊。好，那再来就是君伦了。那在讲故事之前，我就先讲一下我自己从小到大就是有一个
想法是我希望跟不同世界的人做朋友。什么意思？你的不同世界是可能是你愿意跟我这种好兄弟这样朋友做朋友？你认真啊？我从小到大都有这个想法，但是从小到现在我都没有遇到过。哦，那他在臭屁啊！他在臭屁，没有臭屁，就是直到我收到兵单的时候，我兴奋了。哎呦，我说哇，终于当兵的时候，因为很多叔叔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都说去当兵的时候很容易就遇到，所以我就抱持着这种兴奋的态度进去的。那我来讲我的故事，就是与无脸女鬼脸贴脸。你的逗点是不是有点奇怪？对，因为有点长。触犯靶场禁忌，神志不清。你如愿了。因为我刚刚有说过，就是我想碰到，但没有碰过这样子。那这件事情是我的，我们当兵睡觉的时候是分上下铺的。OK。那我是睡上铺的。那这件事情是我下铺的那个林兵结训之后他才跟我讲的这样子。因为新兵的时候，新训有一个是我们要站岗。就是凌晨的时候，我们要去站岗这样。那我记得我那个时间是2点到3点，那我一样是很兴奋的态度要去站岗。我想说，哦，这样扫射一下，看会不会有来跟我聊个天这样子，我就可以认识他们，为什么他们要在这边这样子。但是我没遇到，那我就很难过啊。那我就叫我的楼下的那个林兵换他去站，他站的是3点到4点啊。我刚好回去睡觉的时候，我们最好睡觉的时候是听到隔壁林兵的打呼声，我是有听到，所以我就睡过去了。那我那个林兵他告诉我是，他回来的时候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打呼声啊，完全没有，超级安静。躺下去的时候，他准备要睡着，他就听到一个很轻很细的声音说：“女生哦，你终于回来了。”哎呀，那男生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时候，你是不会，有些就比较简单，他会想说哦，可能幻听，或者是可能没有，就是想说没想太多。那他又逼自己回去睡嘛，那要快睡着的时候，又听到你回来了，很清楚。他跳起来，弹起来，看四周这样，也没有人闹他这样。那他也因为没看到，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报告班长嘛，所以他只能硬着头皮回去睡觉。那开始了，这就比较恐怖的地方，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闭眼睛，他感受到从上面滴水，一滴，完蛋，从4楼滴下来，绝对不是屋顶漏水，绝对不会是屋顶漏水。一滴下去的时候，他就觉得怪怪的，摸一下。第2滴、第3、第4滴的时候，他忍不住，他一定要打开眼睛。他完全跟一个女生，无脸女，头发是整个这样下来，然后头发是湿的，在滴水这样。在他正上方，就等于是在我的正下方。他就跟他这样对他，因为他没有脸，所以他没有办法对到脸这样。对，通常男生这样，他有点被鬼压床的感觉，所以他叫不出来，所以他只能后面骂那3个字哔哔哔。那我起来是听到娘了啦，所以就是大家看着他的时候，他是整个冒汗。天哪！然后喘气。那之后他就把这件事情是我们退伍的时候在群组里面分享这样。然后班长说是以前有一个女军官，她住在那边，去洗澡的时候滑倒撞到，然后送医急救之后不治就走掉了。所以很多新兵在那边，他都会跟他打招呼。所以他是运气算还不错，有跟他打招呼到。那为什么他会退伍才跟我分享？是因为他怕那个女鬼是不是从我这边穿过我，然后看着他，所以他怕他会吓到我。这个方便。好可怕！这个故事最可怕的是他是上铺，对，我是上铺，然后那个鬼压的是他的下铺，经过我的身体但是我却没碰到，所以你就是人称鬼见愁本人呢。又在炫耀了，他就不找我，对啊，反正就是这样。那我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因为我是海军陆战队4个月，那它是有一个叫3号靶场。那之前我们在进去的时候，我们大概打靶我们会有3次，会有2次是白天，1次是晚上。那前面我们在经过3号靶场的时候，那个班长都会说，过去的时候我们都不要讲话，然后也不要点名这样。然后前面2次打靶大家都没有做，我们想说听班长的这样。那后面当一段时间大家疲了就感觉自己已经知道已经很厉害了这样。老兵晚上打靶的时候，我有一个弟兄，他忍不住了，他想要点名了，然后就开始点名，1、2、
3、4、5、6、7、8、9、10，我们只有9个人。真的9个还是在帮你们打戏？我们只有9个人，我们真的只有9个。为什么只有9个？因为9条好汉在一班。差不多是一个连结的故事。晚上8点还是。你们是影响不了我的，那个反正就9个人，他们会影响得了他们，他们很认真。那他数到10的时候，我很兴奋啊，我想哇，第10个在哪里？我也找不到，我也看不到，那他看得到嘛？那其他人都觉得，那应该是他看到了这样，所以大家都不敢讲话。到隔一天早上的时候，通常早上我们要去晨操的，可能要跑3000，那我们会热身这样，少了那一个人，然后大家就说，那他应该是想要偷懒吧，或怎么样，所以我就去寝室看他。我在寝室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坐在那个他的床旁边，也是很流汗，在数数，1、2、3、4、5、6、7、8、9、10，从昨天晚上数到今天，就是他一直在数，就是他已经被跟了。然后带他去保健室，然后那个医疗室，然后长官说可能是压力太大，所以会有这个情况。那其实后面班长是跟我们说，就是以前他们在打靶的时候，通常如果没有打掉的子弹，后面都会继续把它全部打完。然后那时候是晚上这样，在以前那个年代，然后他们在打靶的时候，有人就经过他们打的路线。那个人被打成马蜂窝，就马蜂窝，真的发生过这个事，就走掉了，全身都是弹孔，全都是弹孔这样被打成蜂窝。所以呢，就是班长说不要数数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数，你看到他，他就会跟着你，所以他就被跟了。他会以为你在数他身上的弹孔。哇，好歧视哦！不要打坏我的节奏，有道理耶。所以他中了10枪，难怪是你，难怪数不完，因为打成蜂窝太多了，他从早上这边一直数家里数到麦当劳，麦当劳数，好冷哦，数对，不知道这么冷会不会影响到分数？我觉得应该是已经没分了啦。所以你还要给分数吗？有，我给有啊，2位女生都给了。我跟你说，不是因为那个靶场它真的相对来说比较阴，因为我之前拍戏的时候，就是有去军营拍戏，然后我们也有去靶场拍，那个真的是一进去哦，然后因为我们除了主演以外，后面有一些也是班兵演员，然后一进去有一个女生瞬间就整个那样软掉，然后没有办法动，然后开始一直狂冒冷汗，没有任何人知道原因。靶场是真的蛮硬的，对，真的。哎呦，但是为什么都打动不了你呢？你是不是真的睡着了？这个又是怎么得罪你了？这个就好像还好啊，你来讲，没事，请勿动怒，请勿动怒，只能说每次又混不了他了。对啦，你们接下来还没讲故事，目标就是这位小哥了。那我们就派双鱼座的子瑜，可以吧？来，鬼故事来，我来讲，好不好？子瑜 ，Let's go。我今天带来的故事，站哨撞鬼，弟兄噩梦是同步的，因为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我是补充兵。所以说我严格来讲，我只当了12天这样子。但是因为补充兵，大家通常都会开玩笑说，你根本这不算当兵，没有当过兵。所以那时候开玩笑，我们是认真，真的。好，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重点是因为我们这样子一进去的时候，通常啊，像班长啊，或像他们这一群，他们就会对补充兵就是会这样揶揄嘛。所以说在带我们的班长那时候就有在分享故事，他就可能想要吓我们，他就分享他亲身经历的这样，就是他那时候他以前在当兵的时候。然后要恳亲的时候啊，他就有分享说，其实，在以前就是这样传下来说，听说后面有一个比较偏僻的营舍那边，然后是在以前那个年代，可能有人去恳亲的时候，其他的兵就把某些的家属女生，就可能有带到后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说那边的哨所就会有流传出，可能都会看到一些女鬼或是有可怕的事情。就那班长就有一次真的，他说他那时候就去站哨，也是一样站晚上的时候。然后那个哨所其实就蛮简陋的，它就只是一个差不多就是一个高度这样子，然后小小的，然后就有一个门，然后拿着枪这样子往前看就是一个祠堂，但是它后面有一个小缝，就可能以前是要打仗的时候是要放枪的这样子去设计的。然后他那时候就站着，然后月黑风高，皎洁的月亮的光透射在湖面上，
还有一丝丝浪漫。多了，太多了吗？你的形容好美哦，看默写起来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到了后面，他站着站着，就听到突然有传出一个声音，就是是你吗？就类似这种女生的声音，这是一个认错人了，是你吗？是你吗？这是一首歌。没有，你们不要乱我。他就说：“哎，是你吗？”这样，然后他那个班长听到就开始有点吓到，他就想起来说，以前这边就传说有人被带来这边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就开始有点紧张。然后呢，他觉得那声音越来越近，他就赶快就是在心里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开始一直这样稳定自己的心，稳定自己的心。然后念着念着，他就觉得这声音好像不见了。可是这时候就发现前面不是有一个像小池塘吗？他就开始发现说奇怪啊，也没有风，怎么池塘上面那个水的涟漪开始扩散开来，然后开始有一点像是有个黑影这样慢慢浮出来，就他仔细一看，发现，你斧头是不是掉进去了？湖中女神这边有一把金斧头，还有一把银斧头，不是，你不要，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你是不是要接这个？然后就开始有头发湿哒哒的，这时候他就觉得太可怕，他想说刚刚心里有念那个法号 OK 嘛，他就闭上眼睛继续喊着，他觉得差不多了吧，他把眼睛打开之后发现也没事了。然后也没有声音了，他就想说，那应该安全了吧？然后他就想说，那检查一下好了，就探个头看，也没有。就他一回身看到刚刚那个小缝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个女鬼的脸是这样，眼睛贴着他，在瞪他。然后他就说他吓到，就直接冲回营区。但那时候我们补充兵听到就会觉得，军中哪有这么多鬼故事？你随便站哨都可以这样子乱讲，就是在吓我们啊。结果好死不死那一天。我是跟另外3个是住在睡在旁边的，我们是上下铺的，我们就一起听到这个故事。就当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听到怎么好像有脚步声，但是会想说有脚步声的时候，通常查房也是会拿个手电筒或什么的，但是发现奇怪也没有光啊。然后这时候就看了旁边我同床的那个林兵就看到我，他就跟我点头说，有声音。然后我也就觉得有声音但怎么会这样？就最后还是睡着之后。隐隐约约就做梦，就是你就看到不是像他那样拉那个床单，但是他就在下面，就是有刚刚那个班长描述的那个女鬼的脸的头，就在下面一直这样看着你。然后一看到这时候对到眼的时候，瞬间吓醒。我跟你讲不夸张，旁边的跟我一起吓醒。然后我说你怎么了？他就说他梦到跟我一样的梦。然后这时候上面你们还没有对梦呢，怎么知道是一样的梦？他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吓到啊，然后就问的时候，他说他也梦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可怕小 bug 喽。可怕的是你写的吧？上面那2个也把头探下来。他们也是没睡着，然后他们就是也被我们惊动到。他们说他们是梦到是那个头是在天花板上面看着他们，是这样子，就变成班长分享那故事，我们4个都一起梦到。你说你有听到外面有走路的声音，有脚步声，你们是不是同一个营区啊？那天滴水的声音还好，没有上厕所。我已经被湖中女神乱一个了，不要再把我分湿哒哒的女鬼啊！有一点像是被班长吓到，4个人同时做了一个噩梦。现在的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他会不会举？对，如果他这个举了，我会亲自把他赶出去。谢谢。你喜欢我刚刚那个吗？可是刚刚子瑜有给我500块，叫我帮他举。真是就是金钱力量，完美。来，那评审团请评分。我这个票是给阿夫的，他举了，你看。拿钱办事啊！拿钱办事。爆料一下，这个以前是时尚玩家助理啦。对啦，我们也是有照顾他。我这个票是给阿夫，因为他那个湖中女生实在太好笑了，帮这个故事增加了整个亮点，所以我这个票给阿夫。所以不是谢谢阿夫，谢谢阿夫。不是啊，那他根本就没有票，一个是给500块，一个是给阿夫的。你不要这样，你待会故事会讲多好，我来听听看。孙定啊，孙定，来站。接下来就是阿夫了。阿夫，你自己本身要把鬼故事讲得很。阿夫超强。我的封锁的房间，谁在玩乒乓球？谁？天哪！天哪！这是我哥遇到的。我哥在金门当兵，你知道吗？金门就是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战役，好不好？第一波就来了好几万颗炮弹，很惊啊！我哥说他最可怕的，人生中最毛骨悚然的时候，就是在他快退伍的那一个月。
他那个月，他那一天是站那个安官桌。安官桌是什么？安官桌就是我们在寝室会有一条走廊嘛。你是班长的话，就会站安全士官，然后你是会有个桌子，班长是可以坐在那边写资料登记，然后会有人来查哨。那阿兵哥站哨是要拿枪站在外面，那是站哨。站安官其实有时候是坐着的，所以是站安官是这个，不是站在桌子上，就很像是站在桌子上，很像是宿舍的管理员。对，他们会这边有一个安全士官，然后身上会有一个小棍子，就专门打那种晚上不睡觉的。因为那一天12点嘛，军中9点多就寝了，所以那个走廊是很暗哦，对，很暗，只有安官那边有灯啊，不是路灯，有灯。然后那个他们那一条走廊的最底部啊，有一个房间，那个牌子已经拆掉了，但以前好像是长官的寝室。然后那个门啊，全部都被那胶条贴上，然后外面还看得到那个符，就是真的那种民俗信仰那种符，crazy 的那一种。然后他说他在差不多新训的时候，有听过人家讲说那边其实好像有一个年轻的长官有在那边 ，you know， 了结一下自己，了结一下自己。他们是说在那个长官就是走的前几天啊，那个长官一直有反映说，哎，我怎么一直有听到有那个乒乓球声音？哦，可是又不会有人在那边玩乒乓球，所以这件事也就没有人在意，你懂吗？然后那个军官走当下，也有人说他走的时候手上是握着2颗乒乓球。哈，为什么自己笑出来是什么意思？可怕就在这。后来回到我哥站安官那一天，他就自己站在桌子上，就是弄一些自己的事嘛。对，我都剩下1个月了，根本没差，反正就弄，就听到乒乓球在弹的声音。哎呦，锵这样是锵吗？不是咚咚。我也不会 beatbox， 你不要这么3.2班吗？不是，就是从那个暗暗的那个地方，就那个房间这样咔咔咔这样出来。我哥吓到，他说谁啦？是怎样啊？别闹了，他以为是有班兵在那边闹。哦，他可能剩下几个月，然后可能有些学长学弟想要闹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他就把那个球再丢回去。就转身了，一转身他就觉得不对劲了。怎样？因为丢回去的时候应该会有那个球在弹的声音嘛，对不对？对啊。结果丢回去完全没有声音，有人接起来。他这样想，回去看的时候，另外一颗就从地板上这样滚过来，他直接冷汗直流。音效你就不要做了，你在装神弄鬼哦，出来啊！他直接乱叫，因为他吓坏了，凶了，还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只有那颗乒乓球。他直接受不了，冷汗直流，赶快打给下一个站哨的班兵，说你们赶快过来，我真的要不行了。后来隔天，他们有一个长官拿钥匙去开那边的门，飘出一股很奇怪的那种霉味，反正就是很久了没有进去过，什么东西烂掉那样。但是诡异的在这，正中央就摆着2颗乒乓球，除非是有人故意摆在那边，不然不可能这样，这太奇怪了。对啊，哎呀，但是后来你知道。军中发生这种事，没有人敢查 ，you know， 房间也是就这样一直封着，就没有。他后来对啊，我哥后来退伍前一天还被鬼压床，就是很惊啊，他那时候运势不太好啦。这种事情是不是全部都发生在快要退伍的人身上？对他们说可能对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放松了，会不会其实他只是想跟你哥玩乒乓球？有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因为那边阳气很重，所以2个乒乓球我觉得很合理。什么意思？4个就怪怪的，发球3个就太多了，不然要几颗？好，评审团请给分，恐怖指数1半，有半分啦。为何是1半？就是乒乓球整个过程蛮恐怖，但是又有一点色情嘛。啊，我觉得蛮可怕的耶。真的是乒乓球，你讲撞球就好了嘛？乒乓球他就觉得对啊。所以书还没有，不会有撞球。没有，因为刚刚好多壁虎，我一直扰乱我的思绪，我完全觉得是。那个是口技耶，超像壁虎的，这个才是乒乓球。对，因为我们刚刚你们那个音效到有一段，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滚出来。我觉得对阿夫不公平啊！你不要管音效啊，故事本身啊。没事啊，我对其他人也不公平啊。对啊，所以怎么了？刚刚讲的是一场不公平的比赛。好吧，最后就是孙战。孙战，把他讲成孙弟。我跟子瑜一样，也是当补充兵。那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所以是补充兵嘛，所以我一起很短。在补充兵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故事，但是我们在这一次9条好汉在一班里面，我们录影的时候，我确实有遇到怎么越拍越多那种奇怪人影的事件。因为你们在成功岭，对不对？对，我们在成功岭，我们整个拍摄的新训就是在成功岭拍的。
我跟你讲，因为可能我的个性比较压抑，所以一开始班长很凶的时候，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先躲起来消化我的情绪。所以你现在要讲这个故事，他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他今天没来，佑廷。我想要消化一下可能那一天很大的压力，然后情绪，我就自己躲起来。就是我们在梳洗完以后，我就先跑去外面躲起来嘛。那因为佑廷，然后跟我还有齐军，我们是同一舞的，所以我们会稍微互相关心。那天佑廷就看我怎么一个人就跑出去，他就看到我在那边放风，然后舒缓我的心情嘛，然后他陪我聊天，就是稍微关心我一下，然后我们就聊着聊着，然后我就看到前面右前方的那一栋大楼，它其实本来是暗的，而且成功点路灯也没有说多明亮，反正我们就聊天，然后我心情也放松一下，我就看无意识就看一下斜前方那边，本来是黑的，但突然那一个消防栓的灯就亮了，但消防栓的灯它就是红色的嘛。对，它亮了以后，我想说，哎，怎么会亮？亮就算了，怎么就看到有人好像一直走过去，很像我们在操课一样，就是行军过程走过去这样。然后我想说，不可能啊，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要休息了，是我因为我自己偷跑出去。那个灯是本来就只要有人经过就会亮吗？不是，它等于就是消防灯是红的，有人从前面，但是那种感应的它是白的，它会突然很亮，但是红的你就觉得那光有点诡异。然后看到这样，我就问佑廷说：“哎，你有看到前面那边怎么好像有人是不是在操课来干嘛？”然后他看，我说：“没有啦，你不要想太多好啦，心情好一点了吗？走，我们回去啊。”我又再看一眼，就隐隐约约还是感受得到。后来我没多想，因为也累了，就赶快回去休息嘛。那我们到早上，哎，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们不是都会经过，我们要去靶场，不是有一个路弯上去，然后左转。再过去一点，那边不是有很多银色吗？我们在行军过去的时候看。哇，那一边的大楼好多其实都已经废弃了，他们都是斑驳的，里面都没有，对不对？里面已经没有在住人了。有。那我想，哇，那我晚上看到的是什么？我当下就觉得毛骨悚然，但这件事我也后来就也没有再跟其他人讲，我只有佑廷知道这件事而已。就是野猫野狗啊！我们在拍的时候，他们会说有遇到这种事不要讲。对，哦，真的，你们真的是真的住在真的成功岭，我们在住1个月啊。对，但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是自己吓自己啊。有一些，比如说老鼠跑过去啊，野猫跑过去都会亮啊。可是正常啦，不是，它就是不会到那么大。你的老鼠有那么大一只吗？有些会很大，不好说啊，看品种。山上很大，部落有时候很大。对啊，其实他们都会说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说我等结训了再跟你讲，我都觉得他们在骗我。对啊，但我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我们9个里面，就是我们9个里面有另外一个班兵盖瑞啊，他是可以看得到的。对。然后他曾经有分享过，就快速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有去学军歌嘛。他说我们军歌那天学完回到宿舍，他说我们房间超热闹。真的假的？真的，他说来听我们的房间在开 party， 然后这是为什么他去住院的原因吗？没有，不是那一天是状况是这样，就回来以后，因为我们都唱军歌比赛，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嗨的，但就 Gary 他就稍微闷闷的，然后 Gary 就叫我们赶快休息，但我们大家都很嗨，想说他怎么了？他是事后才跟我们说，那一天他已经感受到整间寝室在开趴。对，但是老实讲，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后来因为我们是9个人睡在一间，对，然后后来之后，我们是真的有几次晚上会听到我们那个淋浴间真的有人在唱歌，然后就觉得很可怕，因为我们想说我们9个人睡一起，我们都睡了，都已经在台语唱的真好，为什么是谁在唱歌？一直唱，而且一直飙高音，然后最后受不了，我们就真的就有时候还走音。鼓起勇气去看，10点多那边发现是这个班长，谁啊？卷头发那个，这已经过期。你们9点就睡了，我要把你们弄睡，我要整理很多东西，明天操课东西背东背西。我洗澡已经11、2点了，我有什么办法？那你不要唱歌嘛，那你也不要走音嘛。我一个音乐人，我洗澡唱歌怎么了？不是你敢一个人在那边洗澡来大声唱歌？隔壁他们都在睡觉啊！哎，说我唱歌，他们打呼多大声，你知道吗？咣咣叫，我没在困，吼，交响乐哦，交响乐是不是？所以其实伤疤了，所以其实鬼有走来走去，只是他们都听不到，样子太吵，每次自己太吵。来，请给分。哇，哎呦，只有1分，1分，这真的假的？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哎，但
我觉得那个开 party 的那个比较可怕。对啊，你后面唱对军歌，你后面补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比较可怕。那请你不要再犹豫了。那我也给你这一分。哦，2分了，2分了，漂亮漂亮。OK， 今天呢，就是还是有一个分数出来啦，没错恭喜我们今天的热炒猛鬼冠军君伦。怎么是你呢？哇！我们请我们评审长来。哦，对，有点不太和谐啊。OK，也恭喜你获得艾草1包，今天晚上好好吃它。艾草1包，猛鬼组。冠军有宣传的机会吗？可以，君伦可以宣传。好，每周六晚上8点台视。好不好？然后 Light TV 是晚上10点，中华电信 MOD。Harmy Video 是的，影剧馆 Plus 也是晚上10点，大家要准时收看。没有错，晚上6点每周到底几点？每周六，反正不是8点就是10点，每周去看。是，如果你电视你没有看到，你就看网路，对，好不好？我觉得这一整段比鬼故事恐怖。这样子啊？哎，不过我觉得听完鬼故事以后，真的不要把它种在心里。对啦，否则听完以后，你今天晚上还想上厕所。对，不要接受恐惧，因为接受恐惧就是接受魔鬼的名片，不要吓自己。没错，谢谢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下次见啦，拜拜。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